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的频道，我是阿 Man。今天在我身后这辆呢，它就是 Range Rover Evoque 修不好的路虎啊，相信大多数人都蛮喜欢，不过却没有勇气动的一款车。我自己以前也是蛮喜欢以前刚开始推出，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车啊，就是帅咯。哇！现在我先来带大家看看一下它的外形，然后看到它在修车厂，肯定是你们最开心了的咯。修不好的路虎嘛，来修给你看，看它究竟是坏了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通病，有什么东西要修，又要修多少钱，这些全部拍给大家看，算给大家看。OK，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前脸方面啊，前脸整体来讲是蛮帅的。然后该给的 LED 都有给，如果就它那个年代来讲，2013、2014年的时候有这样多的 LED， 算是蛮不错的。不过它都是欧洲车啊，讲这种东西应该都是要给的。包括它有那个 Daytime Running Light，Daytime Running Light 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欧洲市场他们雪地的时候所研发，才需要 Daylight 这个东西的。在马来西亚其实是没什么需要了，不过现在就变成了像一个流行、一个美观的东西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有的话，可以吗？大是啦，可以吗？首先头灯组给大家看一下，头灯组这里是采用 projector， 新的没错的话是用灯泡这样子看应该不像是 LED。再往中间走，这个就是 Range Rover 的家族式水箱护罩，几乎都是长这个形状的啦。不过这个 Evoque 算是比较老的一款最新款的话，它的头灯组是用线条的2个 daylight 勾勒出来，就更加的帅气。再来往侧面走可以看到这个会色，开玩笑，整个 white body 这样子，好像改装的东西一样。不过这个是原装的东西这片非常帅，显现出它英国 muscle 男的一个身份象征。再来侧面还有一个通风孔，不过这个是装饰作用它里面的洞是 yes 不错，ini macam 里面是直接是车身器来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 rim 像不用钱这样大力的，尺寸是多少？245/45R20哇，西北是大力的这个 rim， 这个换的费用应该够我的车换2次了。再来它的车身侧面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觉得它很像某一款车给你想一下，没有错啦，就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Proton 的 X70当时候 X70在刚刚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讲它的侧面线条是抄袭这个 Evoque， 我这样子看确实感觉有点像。不过应该是属于借鉴，不是抄袭，对吧？再来它的车身侧面可以看到很明显，它已经帮你做好多通的设计。车顶上面用的是黑色，还有再补充一下这个车身侧面的这种 chrome其实你注意看德系车它们跟日本车都不一样，日本车给你的 chrome 就真的是那种非常 chrome 的 chrome， 讲 chrome 的 chrome。OK， 来看看这个德系车它是比较有点雾面这样子的，它不是非常亮、非常 gloss 的感觉。如果你整个是个人的审美你 chrome 太过亮的话，看起来并不会atas，反而会廉价。不过这种雾面的 chrome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它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它会出现好像氧化这样子的情况。包括 Volkswagen 用的也是这种雾面的 chrome 边来做装饰。日本车的那种太亮的 chrome 真的不是我的口味啦，是我的话，我一定全部跟它粘成 gloss black 都好过 gloss chrome。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字体，车主也是拿去全部喷成黑色，白色车身配上黑色，整个就是运动的感觉。车尾方面也可以看到算是蛮好看的，不过它的灯组里面就没有那么多的 LED， 只有那一圈它的 brake 灯是采用 LED， 剩下的 reverse 灯还有那个signal灯都是用灯泡，就不像现在的车那么多的 LED 啦。Toyota 就很舍得给 LED 这个东西。然后它的线条方面你感觉从侧面看它是圆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它可以设计到很圆，同时你又觉得它很有 muscle， 又圆又方，这个就是 Range Rover 设计师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再继续往前面走回去可以看到它的 fender 这边又是非常大一高的 muscle 的感觉。对比一下前面前面的看起来更加阔整个就是 white body 这样子的设计看起来哪里可以不 muscle， 哪里可以不 sport 再来这样子看不像 X70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级别像到没有朋友。不过 X70 就少了这个地方这个如果它窗口开下来的话，它的线条是比较直的，这边是有一个角。现在有什么车是这样子的设计？要想一下 ，Mini Cooper 还有那个 Activa， 这个 A 柱的地方这边直接切过去。普通的 SUV 还有 Sedan 都是比较圆这样子的。这个你在开窗口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差别了啦。对，现在同时就已经在拆着那个 tensioner， 不过要拆 tensioner之前整个 engine mounting 都要拆掉，真的是非常麻烦做多嘛的，我好像没有讲到为什么需要拆 tensioner。OK， 其实就是出现了异响的情况，后面怀疑就是那个 tensioner 出现了问题，就打算把它拆下来，整个换成新的，再顺便看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需要更换。
不懂是哪一个设计师设计成这样子的。回老车，当然都是这样子的哦，他们的。它算是在比较中间是吧？所以从下面也没有办法测，上面的话也要测蛮多东西的。对。整粒 engine mounting 都要测啊！哎呦，这样子是给后面多做工，多做工是不是要多收 workmanship 啊？肯定收了，肯定收哦。要买这种英国车啊、德国车的朋友们啊，这个就要有心理，这个你的皮包要有准备啦，不是后面要多收你的，是这个设计师就设计成这样子的。有问题你回去英国写信，你找回那个设计师，问他怎么这样子设计。哦，对，还有讲到，因为这个它是 aluminium 的材质，所以它用手测会比较安全。如果直接用枪来打的话，会这样子。断就露掉，所以这种比较优秀啊。不可以像日本车这样子粗做。日本大多数是生铁。aluminium 它的好处，他们是讲比较轻化，比较轻，然后比较散热也比较快，是吧？对。底下，后面躲在里面了。你看测的时候要看皮带的方向。所以就是在测那个 tensioner 的时候，你的那个 belt 的方向要注意啦。对。这个是什么的那个 tensioner？ 拉那个皮带的，冷气啊、水泵啊。拉这样多力不力啊 ？tensioner 就是我刚才放给大家看的，进 R 压就会有那个嗡的，就是这个东西。哦，就是这个轮啊。看下新的是长这样子的。哦，转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啦，因为它是有那个空隙啊。因为你一进啊什么啊，这个用力是最后力的。就是这个 bearing 在做工的啊。然后整个兜进去就没有问题啊。对，主要是这个。主要是这个 tensioner 啊。然后现在我们是发现到 bearing 啊 ，bearing 也是有问题了，所以又一次过换。要有事情就一次过这样做。整套换完了。对。一点点换那个问题，可能你驾2个月又再出来这个 bearing。德系车、欧洲车、英国车没得省的啦，这种东西。我懂你肯定会问价钱在哪里，连接在哪里。不要急，我们先看完内装，再跟你讲包括一般 service， 还有各种油液，还有这次更换 tensioner 的价格。接下来就来到这辆 Land Rover Range Rover Evoque 2014年的内饰，我们来看看它的内装方面有没有像它的外观这样子，或者像它的品牌定位那样的豪华。首先来 start 个车哈。OK， 大家刚刚有听到那个声音啊，是它的电动座椅，它会自动调到你下车之前的那个位置，不过是有点异声了啦，就如大家所听到的那样。然后 start engine 过后，在没有开歌的情况之下这个 engine 的声音啊是非常浑厚。在 start 了差不多1分钟这样子，这个 engine 的声音慢慢就下来了。材质方面英国车都没有再跟你舍得的，英国车都没有再跟你不舍得的。dashboard 方面就可以看到这些材质啊。从 dashboard 到中间的这片 panel 都是软的，直接是给你一个皮革豪华感的氛围简直拉到满满。再来就是这一片看起来不怎么亮眼的，不过它却是非常凸显豪华的一个材质，就是这片拉丝的雾银色面板，非常的有quality非常的 atas。然后整个 center console 的设计也可以看到，算是比较简单啦。你可以注意到，如果对比起 Mercedes 的话，最明显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 Land Rover它的设计都是比较看到吗？横线、直线。都是一些直的线条，包括冷气的口也是一样，所有东西都是方方正正的感觉。如果你是讲 Mercedes 的话，它会比较优秀，就是比较喜欢用一些圆圈的元素来凸显它的豪华感，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 chrome 如果你是论豪华的氛围感Mercedes 真的是拿捏到完，简直就是豪华感营造的一个老手。再往门边看除了这3粒喇叭是圆圈以外，喇叭这样多粒单单一片门板上面就3粒喇叭了，这个音响效果可想而知虽然讲它不算是皮革，不过它的纹路非常优嘞。喂塞，豪华车的 plastic 果然连 plastic 都不一样。再来还有这个Meridian 的音响，没错的话是很好料的东西啦。音响方面我也不是很懂，没记错啦，是很好料的音响就对了。再来驾驶位也可以看到它是有 memory seat， 有3组，开门的这个把手也是用这种雾银色的，虽然讲是 plastic， 不过你敲起来就懂它的 plastic 是比较 solid 比较厚的。再来 steering 的造型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也是方方正正，就是用很多直线条硬汉的感觉它不是要特别营造出很豪华的感觉就感觉这种车就是男人应该开的车嘛。看连这个 logo 都是非常粗犷的字 ，steering 也是各种直线条来打造，你几乎很少看到圆要不是 steering 的限制我看它整个 steering 都想给你一个正方形的 steering然后 meter 方面也可以看到它的层次感是非常够的，有个细节我不懂大家从画面上面看得到没有？
尝试放大一下啊。OK，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时速的这些灯啊，这些灯跟它的字体是分开来的。这些灯一颗一颗在外面那一层，然后它的字体是在里面那一层。虽然讲它不是 digital meter 啦，不过还是非常有巧思、非常好看的一个设计。Center console 方面，就这一部分来看啊，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感觉啦。再往下看，喂塞，转的 steering 嘞，我长这样大第一次看过嘞。OK， 这个也是 Range Rover 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用的是旋转式的 steering。没错的话 ，Range Rover、Jaguar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虽然讲是7年前的车，不过电子 parking brake 这种东西还是一样有给你。再往后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模式，给你上山下雪、上沙了咯，是吗？应该。前座的椅子我坐到就很舒服啊，可以看到它的肩膀还有它的腰都有这种凸出来的支撑啊，坐上来的感觉就非常舒服。不过我是很瘦啦，可能这个是依照英国佬的身材来量身打造，所以你的身材如果是大致一点点的话，可能就整个人fit。再来还有它的椅垫的长度啊，对我来讲是足够的，我的大腿全部都有得到蛮好的支撑。虽然是隔住衣服啊，不过真的是要称赞一下，英国佬做的皮真的是 best。非常舒服，非常软，非常滑，嫩嫩的皮啊。然后其实不只是椅垫的长度啊，其实整个座椅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我发现到就很多车把椅垫会去做长它，不过很少会把椅子的高度做高，因为你高了大腿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撑嘛。在我试过的车里面啊，很少我试到的就是椅子高度是够高的。这个 Range Rover 再一次非常 good job， 它的驾驶舱方面真的是做到非常好，我相信驾驶或者副驾的位置都是差不多的啦。现在呢，我就坐在这辆 Range Rover Evoque 的后座，空间来讲的话是不会特别大啦，包括我脚之间的距离，包括到座椅的长度来讲，空间方面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压抑，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车窗的线条啊，窗口面积有点小片，所以真的视觉上来讲的话，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压抑。可以看到它的门板啊，几乎是跟我的肩膀是在同一个线上面，甚至比我的肩膀还要再高一点，所以视觉感受方面就会有一点点的压抑啦，这个是小缺点。不过椅背啊，椅背确实是很舒服，然后它的皮革，这种空地车啊，它的皮革真的也是比较不一样的，比较幼，比较嫩的皮，哪一个男人可以抗拒？Range Rover 真的是做来给男人的车啊。接下来我就浅的在车厂附近试看看啊，它的 engine 是采用 2.0 turbo， 它是还有个低色版本的啦，不过应该在马来西亚来讲就会比较少见。在附近隆2圈哈，稍微感受一下它的加速。不过就它的隔音来讲啊，我觉得是没有这么好啦。喂塞，这个动力啊，这个声音啊，对我是好听的哦。因为想到一个 SUV 可以给到这种声音啊，我个人觉得它的 engine 的声音是很好听一下的。不过可能是大压有点大条的关系啊，20寸诶，开什么玩笑？所以这种震动感觉，我觉得是一些小细节方面啦。英国佬的车啊，还是没有这么的讲好听，叫做不羁啦。本集车辆都是由 Bravo AutoCare 友情赞助播出，它是一家专门修 Volkswagen、奥迪，还有各式各样欧洲车、Range Rover、英国车，它都有做啦。有需求的各位都可以联络看看它。因为这台 Evoque 是 4-wheel drive， 所以它就需要更换 differential oil， 大概是2 liter 以内，价钱会比较贵啦，300多块左右。本身是这个油会比较贵。还有 Extra oil， 它是有分为前后各1粒。每粒是需要1 liter 800 ml， 前后更换来的价格包含工钱、包含料钱是400多块。一般 service 我们讲的换黑油的话，它的 engine oil 是需要5.6 liter， 包括 oil filter， 价钱也是在400多块左右。然后刚才拍给大家看的那粒 main tensioner 1粒，加上3粒 tensioner， 价钱大概是在1800多块左右，这个就会比较重本啦。不过用的都是原装货，会比较有quality一点。总结啊 ，Range Rover 它就是一辆细节方面你不可以去抠它。身为一辆豪华车啊，有这种小小的噪音的时候，你的体验感整体就不够豪华了。所以这些小细节你就要去能够接受它。然后维修方面的话，你就不用怕了咯。已经介绍过你这间非常好料的 Bravo AutoCare， 有问题联络他们就对了，专业的方面会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的。都看到这里了，代表我们乃是志同道合的爱车人。麻烦帮我点个免费的订阅，顺便再点个免费的赞。想看什么汽车内容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感谢各位，拜。